凌晨，我拿着文件赶到酒吧包厢，里面男男女女喝醉了，混成一团。陆静腿上坐着一个漂亮的男生，正勾着她脖子接吻。这个男生很眼熟，好像是刚拍过热门电影的明星。我压下心中的苦涩，上前递出文件。陆静看了一眼手表，轻笑。他还未开口，怀里的小男生说：“陆少爷，你的助理果然厉害啊，半个小时就赶过来了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最听我话了。陆少爷，你赢了，晚上想怎么玩都随你。”男生眨了眨眼睛，暖媚的很。陆静搂着他的腰，一个眼神都未给我。我的手僵硬在半空中，指尖泛白，面无表情的将文件收回来了。难怪非要凌晨喊我过来，只是为了完成赌约罢了。陆静给小男生一张黑卡，让他先去楼上开房。我以为我可以回去了，可他抬头看着我，递给我一杯酒。许墨，这么短时间内赶过来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不想喝酒，但他强势的塞进我怀里。陆静总是这样，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才罢休。我灌下一杯酒，还得恭敬的回应：“谢谢少爷。”突然他凑近我，他酒量很好，即便是喝醉了，脸颊也没有配红，只是一双眼睛有些迷蒙，闪着细碎的光。我看呆了，想后退，他搂住我的脖子：“许墨，你以前说过，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吧？”陆静笑了笑，眼底的光逐渐收敛。大学时，陆静救过我，他的胳膊上至今还留着歹徒划下的狰狞刀痕，所以毕业后我在他身边工作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毫无怨言。一开始他还总是把我当同学照顾，但后来他工作不顺，就冲我发火。有一次，他养的小明星发酒疯，用酒瓶把我的额头砸破了，血流的太多，吓到了那个男生。陆静第一时间居然是让我给男生道歉，说我扫了他们的兴致。虽然他事后给我很多钱和假期，但有些东西随着额头上的伤逐渐愈合，也一并消弭了。现在陆静月末要订婚了，我永不见天日的暗恋终于彻底画上句号。走出包厢，陆静跟合作伙伴握手虚与委蛇，他冲我招手，让我送李总回去。李总是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看着涵养不错，总是笑盈盈的，但今天他一直在打量我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以为是要开车送李总回去，没想到李总带着我去了楼上的酒店。在电梯里，我还有些纳闷，直到体内传来不正常的燥热，一股难受的冲动袭来，传遍四肢百骸。李总察觉到我的异常，故作好心似的扶住我，手却放在我腰上，这已经超过正常的社交范围了。许助理脸色这么红，越发好看了。我真是很久没见过像你这么有气质的男生了，跟店里的那些小男生完全不同。他抬手要摸我，我挣扎着，却没什么力气。放开！躲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，你老板把你送给我了？我瞪大眼睛，心底有什么东西碎了。陆少爷可是求着让我签合同的，1个亿的项目，你只是饭后甜点。他还是笑盈盈的，手却恶心的摸上我的衣领。所以你还是好好听话，别扫了他的颜面。陆静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我的忠诚一文不值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冷笑，那我还真是值钱啊。叮的一声，电梯到了，我猛地踹了他一脚，使尽全身力气揍了他一拳，将他推出电梯。李总踉跄几步倒在地上，忍不住骂了句脏话。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连忙按下电梯最高层，以免他追上来。我瘫软在电梯里，想掏出手机，可手指发抖，浑身像是有蚂蚁在爬，心痒又像是火在烧，好难受。电梯门打开，一双提亮的皮鞋映入眼帘。我趴在地上，艰难抬头。麻烦你帮我叫救护车。目光对上一个男人俊美的面容，他微微一笑，眼底有些阴柔。这不是陆少爷家的小助理吗？音调惊讶，但又含着几分冷意。这人我当然认识，沈氏太子爷沈行之。
陆晋商业上的死对头。陆父很喜欢夸沈行之来激励陆晋，可陆晋越发讨厌他，上半年还使了损招，抢走了沈行之到嘴的项目。我皱眉，今天真是出门不利。沈行之淡漠的看着我，虽是笑着，但总让人发冷。我以为他不会管我。电梯门即将关上，一只手挡住了。沈行之弯腰将我扶起，好闻的白檀香沁来。小助理，你家少爷就是这么对你的？我意识不清醒，已经没办法理智回答他的问题。他握住我的双手，避免我脱衣服。沈行之将我带到总统套房，迅速叫来了家庭医生。一晚上过得十分煎熬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手机一直在响，直到有个人帮我按了静音。我跟了陆晋7年，头一次不接他电话。隔日醒来，太阳刺眼，我疲惫的走出卧室，发现沈行之还没走。他坐在书桌前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好像刚开完视频会议。我尴尬的跟他打招呼，沈行之笑了笑，让我吃完早餐再走。我喝了杯牛奶，看着手机里30多个未接电话，一阵头皮发麻。沈先生，昨晚谢谢你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力。当真？沈行之摸了摸下巴，眼底含笑。他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外套穿上。这个人情先欠着吧，我要赶飞机，先走了。我也起身跟他出去。刚打开门，正好跟路过的陆晋碰上了，他身旁还跟着那个小明星，神情灰灰，像是没睡好。许墨，陆晋目眦欲裂，你他妈死哪去了？知道我昨晚找了你多久吗？真的找我了吗？可我在电梯里出事，一直到酒店高层都在监控之下，甚至就在他斜对门。下一秒，陆晋看到我身后的人，顿时暴怒，你他妈怎么跟姓沈的从一个房里出来的？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反讽，昨晚陆少爷做了什么？难道不清楚吗？你们……陆晋哽了一下，目光在我和沈行之身上来回转悠，怒火恨不得将我们烧出个窟窿来。他咬牙，伸手拽住我，许墨，跟我走。等等，沈行之淡淡开口，挡在他前面，大概是看陆晋不高兴。沈行之心情愉悦的很，他笑脸盈盈的看着我，抬手给我整了整衣领，语调亲昵，小助理，回去注意休息。明知道他是故意做给陆晋看的，还是让我愣了一下。陆晋拧眉，一把推开他。沈行之，老子的人用不着你关心，走出酒店。陆晋身后还跟着那个小明星，男生纳闷的看着我，嘟嚷着，陆少，不是要去吃早餐吗？吃什么吃？你赶紧给我滚！陆晋正在气头上，小男生皱眉，但又不敢跟他闹脾气，只好讪讪一笑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我被陆晋推进车里，他恼怒的瞪着我，抬手就要掀开我衣服，我连忙推开。你干什么？许墨，你他妈跟沈行之睡了，有区别吗？你不是把我送给别人了吗？以前我从不会跟他呛嘴，但现在想到很快会辞职，我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。陆晋眼神闪躲了一下，大概是心虚，怒火都小了一半。昨天是喝多了，我随口答应的。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公司最近出了点状况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我的沉默似乎让他有些难堪。他不禁提高音调，许墨，你别忘了，是谁当初救了你，还在你毕业之后给你高薪的实习工作，而且是你说什么都愿意帮我的，现在你就这么对我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他骂得越大声，就代表越心虚。我冷笑，是，我不该坏了陆少爷的好事。那你跟沈行之是怎么回事？你明知道我跟他不对付，你还跟他？没有，昨天只是恰好碰到。我简略概括。陆晋点头，仿佛松了一口气。最好是以后离他远点。我没吭声。他扯了扯领带，让我去开车，生怕我再提昨晚的事情。送他去公司的路上，陆晋接了个电话，
好像是他的订婚对象打来的。他满口甜言蜜语，信手拈来，哄得对方很开心。挂了电话，陆静让我给他订花和餐厅，看来是要去陪对象了。前一晚还在跟男生鬼混，第二天就能安然去陪位。哀婚期，我一应下，心底却忍不住嘲讽自己：许墨，你喜欢多年的人，居然变成了你最鄙视的样子。月末订婚宴，很多事情要忙，我照常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只是不再对陆静过分关注。陆静也察觉到我不对劲，问我是不是太忙了。我敷衍过去，不再对他推心置腹。订婚那天，好多贵州名家都去捧场，我在公司交接工作，然后将辞职信发给陆静。关上电脑，我吐出一口气，骤然觉得轻松无比。刚走出办公室，陆静的电话打了过来：许墨，你人呢？我的订婚戒指放哪了？不知道，我已经辞职了，这些事情还是问你的新助理吧。什么？辞职？陆静顿了顿，声音染上了怒意。谁准你辞职的？许墨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工作我已经交接好了，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，陆静。他久违的听到我完整的叫他名字，明白我是认真的。陆静连忙开口，声音有些慌张：为什么突然辞职？是因为上次酒吧的事情吗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在我身边待了这么久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许墨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离开我的公司还能找到比这待遇更好的工作吗？我不想听他的质问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将人拉黑。收拾东西回到家里，我打算休息几天，还以为裸辞后我会迷茫焦虑很久，结果我刚打开电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沈氏集团发来的 offer， 说他们那边缺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，邀请我去试试。他们消息还真快啊！我看着末尾留着沈行之的联系方式，顿时明白了，这就是他说的人情吧。正好我也想试试新的工作。下午5点，订婚仪式开始，我的手机不停的响起，全是陆静用别人的手机打过来的。我没工夫回应，忙着在厨房做顿好吃的犒劳自己，以后我要为自己活了。我去沈氏集团试岗了一段时间，熟悉流程之后才渐渐上手。再次见到沈行之是在1周后，他刚出差回来，他趁着吃午饭的时候跟我面谈了一下，让我跟他去隔壁省做一个无人机项目。我答应了，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请我来做项目经理。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经验都是做出来的。我之前看过你帮陆静做事，觉得你挺有能力的，相信你可以为沈氏做出更多贡献。他没戴眼镜，表情看着有些严肃薄凉，但眼底尽是欣赏。我抿唇，被沈行之这么直白的赏识，难免有些高兴。毕竟没人不喜欢被认可。以前陆静还说我做助理久了不会做别的，那就给他做一辈子助理。但现在突破自己的机会来了，我提前熟悉了项目资料，做好了准备工作，却在出差当天，飞机起飞前被人逼停了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担心误了沈行之见客户的时间。突然舱门打开，陆静带着一行人来到商务舱，冷着脸看我。许墨，谁准你走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他抬手想拽住我，被我躲开。周围乘客的目光投过来，让我有些难堪。陆静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句话我问你才对吧？你离开我就是为了给沈行之打工吗？他能给你更好的条件吗？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冷漠的看着他，他不知道被哪个词刺到了，突然瞪着眼拉住我。有关系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怎么能离开我？许墨，你说过会一直陪着我的，但你明知道我讨厌他，你还去他那里工作，你以前从不会这样的。陆静激动的质问，全然不顾在公共场合剖开我的性取向有什么影响。周围人窃窃私语，沈行之瞥了我一眼，依旧是神色淡淡，像是一点都不惊讶。
我的脸色发白，从没这么难堪过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冷眼推开他。陆晋，你看你现在哪点还值得我喜欢？心脏早就被他糟蹋遍了，此刻说破，竟然不觉得很痛。他竟然明知道我喜欢他，却仗着我对他的好为所欲为。我还傻兮兮的觉得自己隐藏的很好，估计早就被他嘲笑过很多次了。你不喜欢我了？陆晋一愣，喃喃自语，不可能的，你之前那么喜欢我，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。你肯定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生气了是不是？许墨，我给你道歉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以后不惹你生气了。我面无表情的后退一步，满是疏离。陆总，请回吧，我还要陪我老板出差。陆晋攥紧拳头，看到沈行之眼底的得意，顿时怒火涌起。呵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，就别想走。这个航空公司有我家的股份，我不让它起飞，你们谁都走不了。我一顿，没想到他会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周围响起其他乘客的抱怨声，我担忧的看了一眼沈行之，刚想跟他道歉，他突然起身站在我身旁。陆少爷是不是忘了，你们家的资金链现在岌岌可危，在航空公司的股份早就卖得不剩了。陆晋咬牙，不可能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知道？陆晋目光游移，不吭声了，估计他已经猜到了答案。沈行之轻轻一笑，因为这家航空公司现在是我的，他抬手叫来安保人员，要把陆晋这群人赶出去，顺便让他赔偿延误损失。陆晋瞪着他，疯了似的推开那几个保安。许墨，你不准跟他走，你给我下来！他想上前拉我，被沈行之拦住了。我家经理，你别碰！沈行之语气偏冷，递了一个眼神。上来几个安保将陆晋和他的废物保镖们按住了。陆晋在人群的围观中被赶出去，丢脸的要死。沈行之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沈行之慢悠悠的点头。我等着呢。陆少爷还是先回去处理负债吧。飞机上清静了，我回到座位，一脸愧疚。抱歉，沈总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小事，人生在世，总会碰到几条疯狗。他毫不在意似的打开平板，问我要不要一起看电影。我一愣，没想到他还有心情消遣，我还以为他一直都是一丝不苟的工作狂。我跟沈行之凑在一起看提前下载好的电影，他身上的白檀味不停的飘来，很好闻。刚才的不愉快也渐渐散去。抵达连城，见过客户后，我们很快开始工作。到底还是第一次做项目经理，有些细节把控不到位，我们拿出的方案没有其他公司的方案优质。客户不阴不阳指出我的漏洞问题时，我的脸涨红。走出会客室，我观察着沈行之的脸色，连忙给他道歉。他依旧是神色淡淡，没有生气，而是督促我早点做出第二方案。大概是陆晋以前经常发火，相较之下，沈行之的淡定从容让我对他有些刮目相看。沈行之叮嘱我，以后做任何事都要准备好 B 计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默默记下，再次投入工作。沈行之很忙，但我有事问他，他一定知无不言。我和几个员工重新收集数据做方案，熬了几天夜。深夜，我去便利店买咖啡，回酒店，看到大厅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许墨。陆晋目光沉沉的盯着我，整个人憔悴了不少，像是最近过得很辛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皱眉，警惕的看了看四周。我来带你回去。回去？我冷笑一声。陆晋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已经辞职了，跟你没关系了。怎么可能没关系？他咬牙切齿，上前一步凑近我，目光紧紧的缠住我。许墨，我取消婚约了，你跟我回去。我不要你做我的助理，我们重新做朋友好不好？我想跟你回到以前。我惊愕的睁大眼睛，不可能的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怎么可能回不去？还是说你想跟我谈恋爱？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跟我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都不喜欢你了，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的牵扯了。
不喜欢。我不信。他眼底变得阴沉，眼眶泛着血丝。许墨，你还在为上次酒吧的事情记恨我吗？我都主动来求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救过你的命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呆愣在原地，即便被他用道德裹挟，我心底也毫无波澜了。你是救过我，我很感激。但是从大一到现在，这7年，我额头上、膝盖上这些伤还不够抵过你胳膊上的那道吗？我冷静地说着，还将裤脚撩起来给他看。陆静的脸色变了几分，他肯定记得这些的。膝盖上那道伤痕，是他让我去接他的小情人。可是那小男生在滑雪场闹脾气，把不满发泄在我身上，故意把我从滑雪场推了下去。我不会滑雪，要不是抓住了防护栏，我可能脊椎都摔断了。陆静看到那道已经变白的疤痕，眼底闪过心疼。他当时明明告诉我是你自己摔下去的，所以你信了啊？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喜欢一个相信别人的人？我冷冷的整理好裤子，看他就像个陌生人一样。陆静嘴唇颤抖，慌张的拽住我。许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吗？我被你的那些小情人欺负，你不知道。你把我当宠物一样愚弄，你不知道。将我送给客户以换取利益，也是不知道吗？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砸下来，让这个自私傲慢的小少爷脸色难看。陆静不是不知道，他只是习惯了，习惯别人对他前仆后继，习惯对别人颐指气使，所以他即便知道我喜欢他，他也不以为意。对不起，他声如蚊呐，并不习惯对下位者道歉。陆静，真想道歉，以后就别来找我了。我冷漠的说完，转身要走进酒店。陆静连忙抓住我，像是拽住救命稻草一样，特别用力。不行，你不准走。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许墨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他的声音发颤，甚至染上了哭腔。倏地，一道低笑声传来。我侧头，看到沈行之靠在大厅柱子上，悠哉的欣赏着陆静难看的脸色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，又听了多久。陆总不会是要哭了吧？沈行之懒懒的说着，眼底的笑意看坏。我还挺想知道，没了小助理，你过的什么日子呢？继续说啊。嘲讽的意味满满。上次的账还没算，又添新账。气得陆静直接上前揪住沈行之的衣领就挥拳。沈行之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练过散打，很轻松就躲开了。沈行之，你他妈得意什么？老子迟早要带走许墨。你试试。沈行之脸色沉下来，开始回拳。眼看着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堂堂两个总裁，要是被人拍到了，岂不是让人议论？我上前将陆静拽开，酒店经理也赶了过来，问沈行之是否需要帮忙。陆静看着随之而来的那些安保人员，冷哼一声：沈行之，你不会得意太久的，拭目以待。沈行之摸了摸耳朵，早就对他放狠话的行为免疫了。有沈行之的人在，陆静进不去这家酒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离开，身后目光炙热。我没再回头。电梯里，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沈行之，见他没受伤，放下心来。沈总，刚才多谢。怎么谢？沈行之饶有兴趣的歪头，头顶的光正好落在他眼底，亮闪闪的。我一时有些紧张，捏紧手里的袋子，连忙掏出一罐咖啡给他。请你喝咖啡。下一秒，我想起总裁办公室里那堆昂贵的咖啡豆，想着他可能不会喝这种速冲的，正要收回手，他接过，轻轻勾唇。下次遇到麻烦也可以找我。谢谢沈总。我回到房间，几个同事已经完成工作，正在收尾。有2个女生正在拆外卖，说是沈总给我们点了宵夜。只是一个宵夜，沈行之就买了很多种类，真是阔绰。而且菜品基本上都是我喜欢吃的，还挺巧。
我对这位老板的印象越来越好了。我很感激沈行之给我机会，他从来不会质疑我，也不会追问我跟陆静的事情，更不会在意我是同性恋。要是早点遇见这么好的老板就好了。我和同事们将方案一改再改。经过上次的方案，本来客户对我有些失望，但我调查了一下他的喜好，努力去他喜欢的饭店偶遇他，借着他吃饭的机会，趁机将自己的新方案推出，千难万难，最后我努力拿下了这个客户。沈行之夸了我们，看我的眼神变得更加欣赏。回程的飞机上，沈行之郑重的通知我，许经理，这次做的不错，恭喜你通过试岗，以后正式成为项目经理，这个项目后期执行你继续跟进。我会努力的，沈总，我恭敬的回应，心情有些激动，像个被表扬的小学生，耳根子都开始发热。他看着我的脸，情不自禁伸手过来，我愣了一下，跟沈行之对视，他恍然回神，手指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加油，许墨，你可以走得很远。谢谢。长大后，已经很久没人这么鼓励我了。回到公司，我带着项目组成员投入工作中。我很少见到沈行之，他经常很忙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出差，但他只要回到公司，就会让我陪他吃午饭。他问我项目进程以及遇到的麻烦，我想他应该很重视这个项目，于是我越发努力工作。偶尔我闯了祸，沈行之也会教训我，然后不慌不忙的指导我如何查漏补缺，真的是个很好的老板。这个无人机项目一面试就取得了不小的收益，多亏了沈行之这个伯乐，他知道如何发挥出我的最大效益。我拿着季度报告去办公室找他，准备向他汇报近况。办公室门没关紧，沈行之正在跟他兄弟谈话，其中提到了我的名字。我敲门的手顿住了。沈行之的办公室有个小阳台，上面摆满了花盆，他最近似乎迷上了种花。他站在阳台前观赏正在成长的小芽，他的兄弟陈衍笑嘻嘻的看着他，打趣着，怎么样，把陆金那小子的助理抢过来，感觉是不是很爽？还行还行，你不是早就看透了他在乎许墨才这样做的吗？我听说陆静像是半条命都没了，你就一句还行。沈行之笑了笑，没说话。陈衍喝了一口酒，玩着打火机，眯着眼睛看他。你不是为了隔音陆静吗？陆家现在形势不好，你怎么还不动手？沈哥，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有点不一样啊？沈行之没反驳，似乎是默认。我在门口听着，心底没什么想法。不管沈行之是为了什么才给我发 offer， 好歹也帮我突破了工作局限。陈衍看着沈行之对那些花盆发呆，忍不住皱眉。怎么不讲话了呀？你什么时候对种花感兴趣了？你以前不是觉得这种事情浪费时间吗？喜欢的话就不算浪费。沈行之拿起喷壶，慢悠悠浇花，水洒出来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的光芒，衬得沈行之特别迷人。我看得入神，忘了敲门的事情。沈行之就是这样，不紧不慢，温温和和，但又留有后手。陈岩转身倒酒，正好跟我对视了一眼。我一愣，连忙敲门，以免被发现偷听。我进去汇报工作。陈岩找借口离开了。沈行之听完，眉头扬了扬，看来是很高兴了。许经理做得不错，晚上带上你们小组一起吃饭吧，我请客。谢谢沈总。小组聚餐，地点在一家有名的饭店，大概是因为沈行之在，大家吃饭时都有些拘谨。等大家喝上头，开始玩游戏的时候，气氛就放松下来。我看着他们哄笑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我担心是客户之类的，连忙接了起来。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浓重的醉意。许墨，你在哪啊？我好想你。不等他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顺便拉黑。这段时间，陆静总是会用不同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
烦不胜烦。我喝下一口酒，发现沈行之正盯着我，眼底含笑。他应该猜到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了，好歹是前雇主，关系特殊。我凑近他，主动解释：沈总放心，我不会跟陆氏再有任何瓜葛的，我相信许经理。沈行之偏头看我，这下离得更近了，他的睫毛根根分明，眼底的光线流转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真漂亮，虽然用漂亮形容男人很不对劲，但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词了。沈行之盯着我，喉结动了动，抬手捂住我的眼睛。许墨，别这么看我。温热的指尖透过手挨指缝隙，我看到他眸色很深。我回过神来，抱歉，沈总，我好像喝多了，脑袋发飘，心跳还有点快。沈行之没太在意，低头喝了一口酒。饭局结束，沈行之说顺路，可以送我一程。车内很安静，我和沈行之坐在后排。有了刚才的事情，我总觉得有些尴尬，一直没开口说话。倒是沈行之突然问我，今天陈演过来，你是不是听到我们的对话了？猛地被戳中，我眼神飘忽了一下，无奈点头。是的，抱歉。怎么老是道歉？他好笑的看着我，既然听到了，怎么不来问我？不在意我把你招进公司的目的吗？不会，我应该感谢沈总给我新的机会，我毕恭毕敬，觉得这简直是个拍马屁的完美答案。可沈行之盯着我，目光淡淡的，没了刚才的笑意。良久，他叹了一口气。公司最近接下了新的项目，我忙着工作，好几天都没看到沈行之。小组成员有几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八卦，午饭间他们讨论着陆家的少爷最后会跟谁联姻。我挑眉，好奇的搜了一下陆氏最近的情况。公司经营不善，陆晋又毁了婚约，现在的日子不好过，难怪最近他没工夫骚扰我了。下午我正准备下班，接到了沈行之的电话。他呼吸沉重，好像是喝多了。许经理，你还在公司吗？帮我把桌上的文件送来。好的。挂断电话，我下意识看了一眼他的行程表，大概是助理做久了。我习惯性的帮老板思考时间安排。沈行之晚上还要赶飞机去另一个地方开会，他现在肯定喝多了，要是耽误了怎么办？我连忙去他办公室取了文件，顺便带上了解酒药、胃药以及一套全新的高定西服。我赶去饭店，把文件送上。客户看完明细内容，似乎很满意。沈行之跟对方签完合同，整个人放松下来。走出饭店，他步伐不稳，我连忙扶着。沈总，胃疼吗？还是头晕？我带了药。车在外面，我送您去机场，车上有备用衣服。沈行之诧异的看了我一眼，笑了。许经理，你比我的助理还贴心啊。我一顿，耳根子莫名有些发热。沈行之的助理今天家里有急事请假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轮到我来。要不是觉得你能力不错，我都想让你做我助理了。沈行之轻声说着，拿起解酒药吃了一颗。反正都在沈总的手下做事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随时可以吩咐。是吗？他眉头轻挑，眼底多了一些揶揄。可我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只想……沈行之还没说完，突然在饭店门口看到了陆晋。陆晋也刚应酬完，喝了不少酒，眼神迷蒙。对方是个外国人，对他态度轻蔑，不想跟他过多纠缠，推开他上车走了。陆晋失魂落魄的回头，对上沈行之挑衅的眼神。许经理，我突然觉得头好晕。沈行之故意将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凑得太近，显得有些亲昵。陆晋皱眉走过来，拳头捏得死紧。许墨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就是这么给姓沈的工作的？这是我老板，旁人没资格干涉。陆晋被我疏远的语气刺伤，瞥见我手里的药和温水，瞪大眼睛怒吼。我才是陪了你7年的人，你凭什么对他这么好？他有什么资格？
你给我过来，不准站在他身边。我皱眉，很讨厌他这样不缠不休。陆静，别闹了，到底是谁在闹？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，发了多少短信，你为什么不回？陆静不顾周围路人的眼光，上前抓住我的手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么狠心？我都知道错了，这段时间我没再找别人，也没乱来。许墨，你为什么还不理我？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回来？我冷静的看着他，并没有从他眼底看出爱意，只有无尽的不甘心。陆静只不过把我当做一件个人物品，不喜欢我被别人拥有罢了。沈行之靠在我身上，故意催促着。许经理，我有点难受，怎么办？嗓音很低软，像是撒娇。我连忙点头。好的，沈总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陆静的助理从外面姗姗来迟，想扶住陆静，但被一把推开。许墨，你以为沈行之是什么好人吗？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利用你。陆静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我淡淡的说着，扶着沈行之离开。就算沈行之真的利用我，那和陆静以前把我耍来耍去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沈行之经过陆静，笑得顽劣，冲他挥手。陆少爷，再见了。陆静咬牙，恨不得上前将他撕碎。上车后，我将准备好的衣服递给沈行之，正准备启动车子，后座的他突然凑上来，扣住我的后颈。许墨，虽然我是想报复陆静，但我没想利用你来报复，因为他不配。说话的气息全落在我耳旁，我的手指捏紧方向盘。我知道了，沈总。别叫我沈总，没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叫我名字。这不太好吧？我透过后视镜对上他深深的眸子，想着他大概是喝多了，要不然刚才也不会那么幼稚的搂着我，去跟陆静炫耀。好的，你先坐好，我要开车了。沈行之坐回去，喝了点温水，开始换衣服。我盯着前方，目不转睛，但他时不时问我领带在哪，袖扣戴了没。我一一回应，目光透过后视镜，不小心撞见他没扣好衣服的样子。沈行之脸上的眼镜还没取下来，领口松散着，露出线条明显的胸肌，显得更加斯文败类了。我是个喜欢男人的男人，目光不由得被吸引住了。叔弟，他抬眸盯着我，好看吗？我连忙收回目光，正要道歉，听到他追问。不准道歉，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好看。那许经理喜欢吗？我一僵，手抖了一下。车在路上走了个轻微的 S 线，很快恢复正常行驶。我又瞥了他一眼，他眼尾红红的，我确定他是喝多了。你休息一下，还有半个小时才到机场。我故意岔开话题。沈行之轻笑，没再追问了。他眯着眼睛，目光若有若无的落在我身上。沈行之出差了，连着1周都没在公司看到他。我松了一口气。上次车里他胡言乱语之后，搞得我都不敢跟他汇报工作了。无人机项目结束了，我拿到了一个自动驾驶的新项目，不过这个客户很是难搞，吃了2次饭，一直拖着没签合同。我发现客户还在跟陆氏联系，连忙想了对策，最后 A 计划和 B 计划都用上了，才拿下这个客户。沈行之回公司听到这个消息，叫我一起吃午饭。办公室里，他听完我的整个经过，不由得赞赏：干得漂亮，我还担心你搞不定，特地提前回来呢。多亏沈总栽培，还不是你学得快，你真是我带过最轻松的职员了。每次被他表扬，我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耳朵发烫。沈行之笑了笑，盯了我几秒，情不自禁开口：真好看啊！这迷恋的语气让我有些呆滞。沈行之回过神，哦，我说玫瑰。他指着阳台的花盆，目光却是盯着我，眼神炙热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我讪讪一笑，总感觉沈行之有些不对劲，连忙去看阳台那边。花盆里娇嫩的花骨朵还很小，沐浴在阳光下，确实很好看。月末，陆氏集团濒临破产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
我晚上加完班回家，总觉得有人跟着我。刚走进小区的大道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不等我回头，一张沾着腠理的手帕捂住我的口鼻，意识消退。再次醒来时，外面一片漆黑，风声不断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双手被捆住，坐在副驾驶上。陆静戴着鸭舌帽，是我从未见过的狼狈模样。他开着车，瞥了我一眼。醒了？陆静，你要干什么？赶紧把我松开。许墨，我家里出事了，我得出国。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陆静用着不容置喙的语气，眼神特别固执。我挣扎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手机也被收走了，车门被反锁，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。我根本不认识这里是啊，只觉得越来越偏僻。这不是去机场的路，陆静不会是要偷渡出国吧？我可不想跟他纠缠在一起。趁着四周没车，我伸手去抢他的方向盘。陆静猝不及防，连忙把我推开。许墨，你老实点，别逼我对你动粗。那你就放开我，我明天不去上班，同事们发现异常肯定会报警的。他冷笑一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上班？那个沈行之就对你那么好，你才跟他待在一起多久，就对他这么忠心？还是说他语调放低，目光警惕，你喜欢上姓沈的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陆静，你逃不掉的，我劝你趁早把我放了。陆静见我没有直接回答问题，眼底越发阴厉。你做梦！许墨，你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把你抢走。他踩下油门，车速飙到了100，我心跳加速，连忙思考着其他的求生路径。突然，车尾被狠狠地撞了一下，陆静看了一眼后视镜，脸色变了。后面追来一辆黑色路虎，撞了几下陆静的车后，打开车窗喊话：陆少爷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呀？你他妈欠我们老大的钱打算什么时候还？原来是来要债的一群人。很快，陆静的车被逼停了。陆静沉着脸，不想跟他们过多纠缠。许墨，坐稳了。他将车倒退，掉头想跑，可那群人不肯放过他，直接飙车撞了上来。猝不及防，我额头撞上前挡风玻璃，安全带将我弹回座椅上，额头上很快肿起来，火辣辣的疼。陆静想加速逃离，但前方冲过来一辆白色布加迪，挡住他的去路。这个车牌号我记得是沈行之的，我坐直身子，眼底很是期待。陆静大概也看出对方是谁，冷笑一声：怎么这么希望他救你？我对你来说就这么避之不及？他说完还在加速，好像要跟沈行之撞上似的。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大喊：陆静，停车！眼看着就要撞上，后面紧追不舍的路虎猛地撞过来，将陆静的行进路线打断了。方向盘一斜，车子直直的朝着一旁冲去。护栏外地势崎岖，有几棵稀疏的树木，陆静的车擦过一棵树，不受控制的往下冲。再往下是一片漆黑的山崖。我瞪大眼睛，脸色惨白。猛地，那辆布加迪提速冲了过来，挡在陆静的车前，避免我们再往下冲。公路上，那辆路虎看形势不对，怕闹出人命，连忙开车溜了。陆静也被突如其来的冲撞吓到了。两辆车此刻在山崖边停着，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陆静的车虽然熄火了，但重力驱使下还在不停的缓缓往下坠。我焦急的拽了拽手里的绳子，让他给我解开。陆静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惊魂未定的深呼吸。许墨，跟我走，我保证会对你好。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我冷冷的看着他，他抓住我的力道顿时松了。所以你还是要选沈行之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他悠悠的看着我，冷笑一声。几秒后，他松开我的手。陆静解开安全带，猛地打开车门出去了。他头也不回的顺着山坡往上爬，也不管我双手被绑着会不会掉下山崖。呵，这就是他陆大少爷的喜欢。
我推了推副驾驶的门，发现门被撞坏了，打不开。布加迪那边，沈行之好像被卡住了，他费劲的从车里出来，一痛一拐的走过来，砸开了我这边的车窗。许墨，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他担忧的望着我，车灯落在他身上，像是我唯一的救赎。沈行之总是能够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。这辆车缓缓往下滑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心跳加速的起身，一跃而下，温暖的怀抱接住我。沈行之腿好像受伤了，没站稳，我们两个人抱成一团，滚了几圈，靠在一棵树下。我刚想动一动，他轻呼一声：“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”没事。沈行之惨白着脸，抬手给我解开绳子，借着车灯，我看到他腿上、胳膊上全是血。你的手机呢？我叫救护车。我红着眼去摸他衣服口袋，被他拉住手腕。不用了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报警了，他们应该很快会赶到。那就好。你腿疼吗？还有哪里伤了？要不要止血？感受到他手指发凉，我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。沈行之摇头，眼底笑意浮现，周围有微弱的虫鸣声，伴随着我剧烈的心跳。我的心脏已经很久很久没为一个人悸动过了。又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沈行之勾唇，声音疲惫，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。许墨，我现在要是有力气，一定吻你。我看着他的眼神，终于明白上次他在车里问我喜不喜欢是认真的。此刻他依旧真挚，我盯着他好看的眼睛，像是着了魔，低头亲了上去。他的唇很软，带着一些凉意。我抱着他，感受到他的心跳不比我慢。警车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。当晚，沈行之进医院治疗伤口的时候，陆静已经被人从偷渡口岸抓住了，他公司债务还没偿还完，不能离开。沈行之的小腿轻微骨折，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经常去照顾他。他拜托我给他办公室里的花浇水。沈行之没再提那晚我亲他的事情，我也就没好意思主动询问。毕竟同性恋这种事情跟他这样有身份的人挂钩，恐怕会有些不好的影响。可我总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下班后，我买了水果去医院，正好沈行之刚换完药，衣服还没穿上。见我进来，他懒懒的伸手：“许经理，我胳膊有伤不方便，你帮我穿衣服吧。”我疑惑的看了一眼他身边的陈特助，陈特助连忙抱起文件夹：“我还有几份报告没写，先回去加班了。沈总，许经理，告辞。”他离开时将门关上了。我上前帮沈行之穿衣服，总是会不小心碰到他紧实的肌肉。不得不说，他身材真的好到过分，比杂志男模还惹眼。沈行之盯着我，明知道我不好意思，还故意勾着尾音问：“许经理，是我没穿衣服，你脸红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我连忙给他套好衣服，盖上被子。他勾住我的手指，笑得很坏：“许墨，你一害羞就喜欢结巴，知不知道这样很可爱？”我的脸更红了，完全不敢看他炙热的眼神。吃饭吧。我连忙摆好小桌子，将饭盒打开。晚上我陪他吃完晚饭，顺便汇报工作。沈行之心不在焉的听着，突然问我：“6月了，我的玫瑰是不是开花了？”“啊？是的，要给你拍照看看吗？”“不用，明天帮我办理出院。”我点头，还以为他爱花心切，急着回去看。结果沈行之回公司不久，他阳台盛开的花就全不见了。这天下班，沈行之约我一起吃晚饭。我看着桌上的烛光晚餐，总感觉怪怪的。直到沈行之拿出那一大束白里透粉的玫瑰花，我顿时僵在原地，脸涨红起来。“许经理，鉴于你最近表现不错，下个月即将升为副总监，不知可否赏个脸，跟我谈个生意？”“什么？”我舌头打结，根本没见过这阵仗。还好这空中餐厅被他包下来了，要不然肯定被人围观。
跟我谈个带薪恋爱，期限一辈子的那种，可以吗？沈行之望着我，眼底盛满笑意和真挚。原来他种了这么久的花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沈行之可以花1年多的时间，种出奥菲利亚玫瑰来告白，就像他蓄谋已久反击路径，耐心的培养出我的光芒，愿意陪我成长的人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？可以。我笑着接过他的花，沉甸甸的99朵，全是他对我的欢喜。陆家要倒台了，好多曾经被陆晋欺负的人都开始落井下石。一时间，新闻上到处都是陆家的罪证，贿赂、涉黑、偷税漏税、非法集资，没一个可以逃得了的。不出意外，陆晋这次估计要牢底坐穿。我看到这则消息时，沈行之正在给花浇水，他弄来了一个新品种的玫瑰，说要种了，等我生日送给我。他擦了擦手，瞥见我的手机页面，猛地抱住我，还看这么关心他？没有，手机软件自己推送的。沈行之轻哼一声，不满地扣住我后颈吻上来，有些用力。即便是在公司，他也毫不忌讳。我经常中午来他办公室一起吃饭，同事们早就习惯了。一开始真的是单纯的交流工作，后来就变味了，变成了深入交流。我担心有人进来，连忙推开他，他把我堵在阳台那里，勾着我的领带，不让我出去。许墨，我饿了。他眼底悠悠的，手指慢慢往上，解开我的领带。你刚吃了饭，就是饿了。我还有工作，你不等我说完，他又粘上来。带薪恋爱可真费劲，别人下班了，我还在上班。晚上，沈行之非要赖在我家，他好端端的大别墅不住，硬是要跟我挤在这一居室里，褪下那层一本正经的西装。他有时像个幼稚的孩子，缠着我耍赖。我们吃完饭，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难得的宁静时光，倒是觉得十分惬意。我家的小阳台上也被他摆满了花盆，他说要我时时刻刻都想起他。花朵们迎风摇晃，带来一缕淡香。电影还没结束，我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。沈行之捏着我的手指，偷偷量了一下指围，放在唇边吻了吻。这么快就睡了？晚上的事还没办呢。我在睡梦中听到他低低的笑声。番外沈行之还没继承公司之前，沈氏集团严令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但沈父没想到，第一次违背公司规定的就是他的宝贝儿子。沈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还准备跟媳妇去海岛度假。沈行之趁他心情好，突然开口：爸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，但你不要被吓到。沈父冷哼一声，一脸轻蔑：你爸我什么没见过？说吧。我跟公司总监许墨在一起了，谈了3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年底结婚。沈父愣住了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嘴巴里的脏话刚冒头，就被他老婆捂住嘴巴。徐青瞪着他：家规忘了？有话好好说，不准说脏话，不准闹脾气。沈行之又补了句：对了，许墨是男生，你们不是一直催婚吗？应该会很高兴吧？徐青也愣住了，他张嘴也想骂脏话，但被沈父幸灾乐祸盯着，硬生生忍下了。沈父深呼吸一口气，把手里的雪茄一扔。他和老婆在客厅走来走去，一直碎碎念，好久才冷静下来。我都50多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没想到你小子总能给我惊喜。怎么会这样？平时让你管管儿子，你就知道做生意，看你做的好事，怪我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吗？不怪你怪谁？他可是跟你姓的。我2个人吵了好几天，最后无奈接受这个事实。沈行之去公司，陈特助得知他出柜了，很是佩服，忍不住问：沈总既然喜欢徐总监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他抢过来呢？不让他看清楚陆晋是什么人，彻底死心，才能让他完全属于我。陈特助看他阴柔的笑容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他庆幸许墨跳槽过来是做经理，要不然自己的助理饭碗可就被端了。中秋节，
徐青让沈行之带对象回去吃饭，见面。沈行之微微一笑，知道结婚的事情妥了。他抬头看到许墨站在阳台上帮他浇花，许墨身处一片花朵中，煞是好看。他想到很久以前第一次见到许墨的时候，在晚宴上，许墨穿着一身普通的西装，站在一束玫瑰旁边等待陆静。意外的是，一个男人跟白色的花还挺配，好看得很。沈行之没忍住多看了2眼。后来他针对陆静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去注意许墨。他发现许墨能力不错，是块璞玉，可他发觉这个小助理对陆静不是一般的好。下雪天总是会给陆静准备暖手的，不管应酬多晚都会来接他，体贴的准备解酒茶。他看出了小助理对陆静的不一样，渐渐的沈行之有些嫉妒。后来看到许墨被人欺负，他想，如果是他的助理，他才不会让别人随意碰他。沈行之有了个念头，就绝对会去实行。欢喜之物，徐徐图之。